朋友们午安，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李素恒，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做很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当然持续来关注哦。是现在呢，这个难道大家这个今天我们来宾大家都穿西装哦？可是呢，未来你能想象吗？这些西装的这些年轻学子们呢，要去工厂搬砖吗？好，这是川普哦，他直接在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哦，就建议啦，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呢，他说要美国制造嘛，那未来鼓励学生需要投身工厂哦，车厂，还呢要这些学生说，你不要天天想着搞金融，这是一个投机的行为。我们现在也来听。For the business majors here today, I challenge you not merely to use your talents for financial speculation, but to apply your great skills that you've learned and had to forging the steel and pouring the concrete of new American factories, plants, shipyards, and even cities which are going up all over our country. Don't just build a strong portfolio, build a very, very strong America, and you're going to do that. 好，刚刚看这个后面大学生的脸，大家呢就开始要绿了，想说我有听错吗？我练这么花那么多钱啊，然后去念大学啊，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说呢，未来你就去搬砖吧，我们去投身工厂吧。所以很多网友呢现在就开始大酸啊，就说呢，川普你自己发空气币哦，几分钟你就当投机分子哦，你就赚了10亿，这个叫我们不要金融投机。还有就说呢，这是要把美国从第一世界国家变成是第三世界国家吗？所以也开始出现这样的梗图。就说这个穿着西装的高材生哦，结果他最后呢是毕业之后去搬砖的。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刚刚这样讲哦，可是这自己人总是要停一下的。美国商务部长呢也提出了新的建议哦，他说确实现在真的我们美国就要开始培训新技术工人，而且呢这些工人呢还要呢代代相传呢。我们带你来看。It's time to train people not to do the jobs of the past.But to do the great jobs of the future. You know, this is the new model where you work in these kind of plant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and your kids work here and your grandkids work here. 不说还以为这要搭时光机回到以前吗？好，那当然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哦，所以就开始大酸了，说川普啊政府在上任的这100天以来，对美国的经济就是灾难性的100天哦。你看啊，美国的股市下跌啊，美元也下跌啊，通膨加剧啊，而且呢，现在预期啊，整个衰退可能性还会增加，这更别说了，消费者大家信心崩溃啊，企业呢也撤回他们原本呢对于这个收益的预测。美企到底多惨啊？我们来看看 Nike 啊，现在这些呢76家哦，这个鞋类的生产商呢，他们甚至直接写信给美国政府，说要求对于产品要有关税豁免，因为呢很多的生产平价鞋类的这些企业呢，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关税哦，所以呢，如果不能够立即解除对等关税的话，那这些企业恐怕就要面临倒闭的命运了。不只是鞋类哦，还有呢，你看苹果最新的这个财报呢，更直言受到关税的影响，会增加9亿美元的成本，所以呢，未来这个可能整个预测都要重新大翻盘了。还有在麦当劳的部分啊，民众连吃个麦当劳，不知道大家中午呢吃个麦当劳呢，听起来很正常啊，可是对美国人民来讲，现在可能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惠了，因为呢，麦当劳的最新公告的财报哦，就说2020年疫情以来，你以为最惨吗？没有，现在是更惨的哦。麦当劳执行长更警告说呢，现在经济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消费者根本就不敢走进麦当劳吃个麦当劳，连汉堡都不敢吃了。那你还记得吗？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当时啊就已经倡议这个美国制造梦哦，说 Made in USA 这样的梦想哦，那么还访问了10家工厂哦，结果现实是什么呢？还是有很多这个企业啊开始外流啊，然后基础设施啊的问题啊，长期是没有解决的。也就是说呢，你现在打出这个恐怕只能在梦中见了，现实根本就不是如此。还有分析人士就直言说呢，你现在啊要制造业要有一个黄金时代，问题是你工业生产光是
设备，恐怕就离不开中国了。所以你反而呢是为制造业回流设下了更大的障碍哦。也就是说，你现在关税那么高，我们需要买中国的这一些设备哦，那怎么办呢？钱更多了，谁要回去呢？所以呢，就有彭博就分析说，近期啊有180多间的公司是向美国政府提交了1100多项的申请，那都是希望可以得到买中国设备的关税豁免权。好，那现在消费者啊、企业界啊都在叫苦连天呢。可是呢，中国商务部就说呢，中方啊也有注意到美国高层他们多次的表态哦，所以呢，他们更要在评估啊整个关税的谈判哦，还说警告美方不要用敲诈或者是胁迫的方式哦。而且呢，你看整个美中的关税战持续下去的状况之下呢，还有业者就直接说，为了让你这些商品呢没有被牺牲掉品质，所以我们现在无奈啦，也只能涨价了。还有另外这家呢，这个是全球非常知名的电商平台更就直接写出来，就是因为关税的变化才会导致我们整个营运的费用上升，所以呢4月25号开始价格也要进行调涨了。好，那现在还有外贸的玩具商就说，既然成本已经没有办法 cover 住了，所以好吧，那我就暂停和美国的订单我宁愿呢把这些货品放在仓库里，我们也不要赔本来卖出来。好，事实上呢，其实这些精品玩具的销路其实过去是没有在担心的啦，因为一定卖得出去那很多企业呢，甚至在推动这些外贸优品变成是内销系列活动当中呢，他们也有这个内销之路所以呢，他们原本其实在短短1个月时间是陆续进驻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些商店了。前景本来很看好，就没有想到现在遇到整个关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连呢美国卡车司机老板呢也喊话川普说，你最好有空就来看看真实情况吧，因为他们发现很多货柜根本就没有这些货物大家都不敢再买这些跨国的商品了。好，彬哥怎么看呢？我刚刚这个川普的这番言论是要让美国重回发展中国家吗？不是，我觉得川普脑袋有洞，这个洞还不小。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去哪里演讲？如果你今天是去，比如说这种技术学校或者工业的这种学校，这个 OK 的，没有问题。你讲这个刚好而已。你是去商学院演讲人家要毕业，金融业不要去了。是他学的就是商，你叫他不要去做商，那你在干嘛？然后他重新再投入业界，然后重新从头再学起，你有毛病吗你讲话都不看对象的，是这样吗？而且我说真的，现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工厂让他去做吗？也没有啊。那所以你是叫他们直接失业就是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川普脑袋里头到底装什么鬼东西啊！你自己实行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就你现在叫人家这样做，你现在已经阻却了制造业回去美国了。因为川普从来不去思考，他一直用一种很奇怪的逻辑，他认为就是因为中国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国家把美国的制造业偷走了，他就基于这种莫名其妙的逻辑才会得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实际上，真正美国制造业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因为在美国生产不划算嘛，对，因为成本太高了。它有更好赚的金融服务业可以去做，我为什么要做工厂？我有毛病吗？我工厂成本这么高，利润又越来越低，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嘛。川普不去了解真正的原因，然后用自己瞎扯出来的东西，难怪会得出这么奇怪的结论。然后川普的幕僚都是一群拍马屁的家伙，根本都不敢告诉他实情。这个卢特尼克。你好意思讲叫人家一辈子待在工厂，你就是一辈子待在金融圈的人你自己就是结果你自己吃香喝辣，叫人家一辈子就在待工厂，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是把美国人民都当奴隶，就是这些人就好好给我去工作就好了，那钱我赚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川普你自己跟你的好朋友们利用美国这一阵子股市的震荡，你们赚了几十上百亿美金，结果整个市场为了你们亏了好几兆美金。这就是川普在干的事啊！你们自己真的觉得过得很快乐。川普说这100天他觉得过得很愉快，过得很爽。那美国人民苦哈哈，这就是发展在眼前的现状啊！那现在其实事实一直不断在告诉美国人，你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川普说其实我们美国人都不需要中国啦，顶多就是他有30个洋娃娃变成剩2个，不是洋娃娃的问题
你很多东西你没有了中国大陆，你就赚不动，就是这么简单。对，你工厂的设备需要中国大陆，你的零件需要中国大陆，很多东西如果你不采用中国大陆的东西，你的成本就会堆得非常高，这就是现状嘛。所以如果连这个现状都看不懂，川普持续这样下去，其实我会很高兴。为什么？我就可以亲眼看到一个世界霸权怎么样自己把自己搞死。对，我们现在可能这个走到麦当劳里面呢，也要感觉心存感恩，至少我还吃得起麦当劳了，杨老师。不，我帮大家整理一下，他去是哪一家学校？各位知道吗？University of Alabama， 也就是阿拉巴马大学。这个学校在公立学校里面算是中上啊，你不要以为是 Alabama， 所以就好像是不太好，算是 OK 的了。但是他的大学部毕业生的起薪真的不高，35000块美元。这个比美国一般工人的薪资48000块要低。但我讲的是阿拉巴马大学的起薪。那如果他到商学院去，阿拉巴马大学的商学院其实也不错，我刚刚查了一下，起薪大概是7万美元。那如果你是 Ivy League 的学校毕业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55000美元。所以美国这种大学的差别起薪会差很大。如果你是 Business School 的话呢，你当然你看阿拉巴马的大学的起薪都可以到7万。今天如果是哈佛或宾州大学的起薪，起码10万。7万美元的话，一个月换成台币除以13.5的话，16万台币。你要一个16万台币 Business School 毕业的学生去做工厂的工作，这不可能。虽然他是48000美元，好，所以你会了解到美国第一个，你看到跟我们台湾的薪资的差别；第二个，他们的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差异；第三个，这种真的要从事所谓的服务业、金融业跟在制造业，他制造业不一定是搬工厂哈，他也许在制造业里面从事这些管理工作，那这个薪水还是差很大。所以川普讲话其实真的是不负责任，那他但是要制造一个假象，我已经把制造业带回来，你们应该像以前一样卷起双袖，然后呢到制造业去贡献你的专长，因为反正你们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生起薪才35000嘛，我觉得阿拉巴马大学的学生会很生气。你知道，你瞧不起我们，你为什么不到哈佛大学去讲这个话呢？你不是把哈佛大学的这些待遇都取消掉？所以这个是川普他另外一个狂妄的这个一面。那第二个就是他的团队各位，我讲了很多次，他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在《纽约时报》登全版广告，那个他只是个生意人，但他对日本跟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日本卖汽车，沙烏地阿拉伯卖汽油卖原油。赚了好多美国的钱，造成了贸易的逆差。1987年，他就登广告说，我们要用关税让这2个国家不可以再占我们的便宜，对我们不公平的待遇，让我们的贸易逆差归零。你觉得有没有跟现在讲的话一模一样？所以他是一个关税基本教义派。而当他开始进入到政治，2015、16，后来当上了总统，然后呢，又在下来之后，又在有机会回来的时候，多少学者、专家、分析师就不断的配合他的口味，写一些书，写一些文章。这些人在他们的业内都是三流不入流，同侪根本是不重视他们的。可是呢，川普就看到这些人呢，不管是米兰，不管是那个任何人即使是贝森特或者是这个卢特尼克商务部长、财政部长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他们的业内里面有一些表现，可是呢，事实上都是要来抢位置。因此，你就看到他现在这个团队不是说怎么有一些能干的人士，因为根本马斯克就要离开了，根本就是完全是一种像失速列车一样，川普在那边自己开得很爽，其他人就是在那边不断的加油添柴。那这个失速列车，然后呢，已经带往美国要走向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方向，但是呢，他告诉所有的这些毕业生，你们赶快也帮我加油添柴吧，你们加入制造业，这是你们要进入到黄金的年代。你相信吗？对，这黄金年代会不会在梦中实现呢？来，舰长。
史学家黄仁宇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万历15年》。那他为什么特别标举万历15年？因为万历15年，也就是中国大陆跟西方开始分开的时代，也就是说，西方开始注意到这个有关于数字管理，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原地踏步。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也就是万历15年的这个时代啊。那其实呢，我们来看啊，美国的大学生多半都有很重的学贷啊。那结果，他好不容易要毕业了，你跟他叫他去搬砖，那他干嘛要念大学嘞？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第二个啊，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那个购买这些装备，他要川普想要让再工业化，就是让所有的制造业回流。可是这些机具从哪来嘞？从中国大陆来吗？中国大陆是34%的关税。从台湾精密工业来吗？台湾是32%的关税。那你要从何而来？你根本就没有地方而来。而且你现在所谓的这一些，无论是生产线或者是叫流水线，其实它都是工业4.0的一部分。那工业4.0它是有配套的，它是要5G 的一个背景，它才能够制造。这个原来是德国的想法，但是中国把它实现，所以中国才会讲到说，中国制造2025年，事实上它在2024年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实现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所有的配套通通到齐啊。那另外我常常在讲啊，有关于雁行理论，这是1990年代我在念 MBA 的时候我做的一个presentation 啊。那个时候我们讲到雁行理论最重要的是哪里？是日本啊。日本它来整合整个亚太地区，然后由东京来分配协调这个资源。那当时呢，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它分配了4小龙跟4小虎，可是自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中国生产链，也就是有些人说的叫做红色供应链之后，其实上面这一排我们看到新加坡、香港，它都已经转成金融服务业了。那南韩它其实它的制造业也转型。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中国带领的，除了菲律宾以外的其他的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也就是这一次关税最重的国家哦。那例如说我们看到越南啊，它的那个关税46%啊，那印尼它的关税32%，也都是因为中国美国要拆散中国大陆的这一个生产链的原因啊。那另外我们来看啊，现在有关于电商平台啊 ，Amazon 已经被川普点名了，可是呢，其他的不一定鸟川普，所以他直接把我这红色框起来的部分，也就是他直接告诉他你的关税到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关税附加费到底抽了多少钱？我们看看，他原来买一个东西只有105元，可他关税要抽到147元，谁买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也就是这个对等关税在出现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然是下跌的，可是巴西却是上升的，也就是中国大陆不一定要靠你美国，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对，这看到这样的关税，可能很多消费者要哭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刚刚其实上一节来宾们都纷纷不约而同讲到了川普的用人，所以现在我把它形容啦，这是政治晕船仔嘛，因为他其实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捧他啊，马上呢他就觉得，你跟我是同一个
阵营的人哦。好，我们来看呢，像是过去卢比欧啊，他曾经呢还警告我说，川普恐怕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你看看这个他现在啊是身兼4职哎。好，那我们来看呢，川普自己啊却很自豪，他说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知名人士是讨厌他的，没有想到呢，现在这些人啊，全部都得乖乖的要来拍他的马屁了。那是不是真的拍川普的马屁就有作用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卢比欧啊，他一个人扛下4职他已经是创下了纪录了。但我们先带你来听一下川普他怎么说的。If you look at some of these internet people, I know so many of them. Elon is so terrific, but I know now all of them, they all hated me in my first term, and now they're kissing my ass, do you know? It's true. All of them. 好，川普呢真的是满满的自豪哦。好，那刚刚讲卢比欧呢，他包含是现在是国务卿啊，还兼任了什么国家安全代理顾问啊等等的职务哦。那当时呢，回顾2016年的时候，卢比欧还曾经说川普啊是对国家安全会构成威胁的人。如今8年过去了，他却变成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哦。但是呢，现在当然就有人提出质疑了。美国的众议员就说，国防部啊跟白宫都陷入混乱呢。你卢比欧连自己本来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好了，结果现在呢，却还要身兼这么重要的国家安全职务哦，这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可行之道。但是显然川普不会听，因为呢，对他来讲呢，现在卢比欧就是要拍他马屁的人嘛。好，另外还有是呢，范斯他是美国的副总统哦，那当然呢，这也被说他曾经表态啊，他永远不会支持川普啊。另外是马斯克现在呢，当然原来他是获得了政府效率部，不过他可能要离开了，但不管如何，他也起码是当了一阵子哦。那我们就来看到呢，现在都讲到他的人事啊，种种的问题哦。你看川普啊，他就发布贴文，他说呢，把沃兹变成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哦，那卢比欧来接任相关的职务哦。可是呢，你看这个内阁行动啊，却似乎没有先预告就连是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按理说呢，他应该代表政府的，可是呢，他都是在记者提问之后才得知这项消息哦。这个让这种媒体从业人员呢看了都是会有点问号的，因为呢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呢，这个发言人恐怕要被革职了。好，那还有范斯呢，刚刚讲到说他过去也说不支持川普啊，可是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副总统。那他也被问到说3年来美国经济的首次萎缩，很多人就说这是因为关税哦。结果你看范斯他怎么讲呢？他说呢，美国经济都是拜登的错，是拜登造成这样的债务状况的，所以呢，大家反而是要感谢川普的，因为对川普来说呢，他采取过去政府的做法，大量借款呢，并继续增加国债。他说这很容易，他说呢，不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我们要重置经济模式哦。好，你看范斯啊，现在好像呢换了一个人一样哦，向川普来表示他的忠心吗？另外还有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马斯克的部分哦，他留任在政府效率部啊，那白宫呢就说他是完成使命之后就会重返民间。白宫的新闻秘书呢就提到说马斯克现在会先留任啦，但是呢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把这个政府的瘦身成功之后呢，他就会离开了。那难道说现在马斯克也是呢，就是要来川普叫你去干嘛，你就很听话的去干嘛吗？现在整个美国政府似乎也成了一个川普的一言堂哦。在今年呢，他重返白宫之后呢，也甚至明确的说，外交政策就是他说了算。这其实呢，对整个呢局势是相当危险的那当然呢，他还说他会征询啦。可是呢，实际上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就来看到尤其在俄乌的问题上他现在呢就说我要自己退出了斡旋的角色国务院呢说，现在整个俄乌的战况呢是由他们双方来自行决定的，美国不要再介入了。可是呢，大家还记得吗？川普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他要誓言在24小时内就要解决俄乌战争，要让俄乌停战。好，还有另外是印巴的冲突我们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曾经也介入斡旋，在4月30号的时候呢，分别和两国通过电话那当然也强调说呢，印巴的冲突为什么对全世界那么重要呢？因为他们都是拥有核武的国家所以如果一旦爆发更激烈冲突的话，
短短几天可能会造成1.25亿人丧命。但你看到呢，在整个局势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大陆方面是怎么做呢？这个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啊，就跟巴基斯坦的总理两个人进行会面了。那他也直接呢，就当面感谢陆方缓解局势的努力哦。而且呢，现在说啊，在这个印巴的冲突呢，可能会上演之际呢，中国大陆直接提供了中国产的这个霹雳15导弹呢。好，军事专家分析的是认为说，目前巴基斯坦啊军方手中能够持有这样子的常规武器，这个是让他们能够应对印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哦。那这是巴方从中国进口的。好，这难道说美国啊只是说我喊话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稳定局势，但只是嘴巴上讲吗？因为中国呢，为了要稳定局势，是真的给出了导弹哦。好，我们来看彬哥怎么看这个。现在当然是美国政府变成是拍马屁竞赛了吗？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哦，真的是口不择言，而且得意忘形到一个极致。好，你说这些人过去很讨厌你，现在来拍你马屁，那问题是你也用他们啦。那你是在宣告全世界，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家拍我马屁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他希望更多人来拍他马屁。然后你再告诉我说，你身边全部围绕的都是一群马屁精，请问一下，这样子对你的整个这个执政有加分吗？我真的不懂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样只会让人家觉得你旁边就是一堆小丑，就是一堆笑话，不就是这样吗？这个人脑袋真的不知道装什么。然后呢，他现在一下给卢比欧这么多的职位。他卢比欧本来能力就不行，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应该待不久，很快要滚蛋。结果你把这么多职位丢在他身上，到底是干嘛？还是你觉得无所谓，反正这些职位都不重要，是这样吗？然后这个沃兹呢，就是因为之前就乱搞泄露国家机密，才被你弄掉你让他去当联合国大使，所以川普是借由这个机会来表达，你根本就觉得联合国可有可无，根本不需要这个不用太重要这个东西的人去，对，你就随便派一个在你政府内失败的人跑去当联合国大使，这到底在干嘛？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嚣张跋扈到一个极致，但问题是，他身边全部围绕的都是这种人，每一个都在胡说八道，每一个都在乱讲话。比如说范斯说啊，这个经济不行都是拜登害的，跟我们没关系，是这样吗？你一上来之后，股市震荡成这么厉害，难道是拜登的错？你自己乱搞了一大堆这些政策，难道要怪在拜登头上吗？然后现在他连数据都乱讲，我觉得川普很喜欢乱讲数据。今天1000亿，明天2000亿，后天3500亿，他就这样乱喊。现在范斯也是一样啊，他说2兆的债，哪有？美国国债哪止2兆？美国国债18兆多你在乱讲什么？然后美国一年贸易逆差12兆。你唬谁？美国一年贸易逆差12兆，你早就破产了吧？所以你到底在鬼扯什么？我觉得川普的团队都是一群废物。对，大家看到这个团队就有点问号哦。来，杨老师，去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兆，中国大陆的顺差是1兆，那川普就经常说他赚我们1兆，实际上中美之间的逆差对美国而言只有3000亿美元哈，这位马部长，他叫马斯克，他是马部长，因为他是那个 Dodge 政府效率部的这个部长。是，我想他现在有点后悔。加入这个浑水里头。你知道，在这个几乎要崩溃的100天哈，世界到川普的内阁都崩溃。这100天，马斯克就讲特斯拉这一家公司哈，它的股价掉了多少？33%。马斯克个人的身家掉了1160亿美元，那当然，其他像是 Amazon、像是苹果啊、像是 Intel， 其实股价都掉。你看到这几天，好像说这个掉的股价在连续涨了9天之后回来，那个只是一个指数而已，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掉了。而且这2天的回来是因为有一个数字是说4月份美国的失业率维持4.2%。4.2%失业率是非常好啊，一个社会起码的失业率是3%以上，总是会有人辞职离职嘛，对不对？那4.2%是非常好，可是为什么会4.2%？因为就是除了经济好的之外，他就把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基本上不敢工作，或者是逮捕遣送，所以美国现在很多的低阶的工作事实上找不到人，所以你要找临时的工作是很容易的。可是呢，
你就会看到这些工作会越来越缺人。好，所以美国的经济连特斯拉股价都掉了33%。当然有人因为讨厌马斯克了，马斯克当他坐到那个内阁会议的桌子上的时候，他会觉得，跟这一群蠢蛋开会，他的公司是多么有竞争力的，这真的是一群蠢蛋的范斯啊、卢比欧啊，对不对？好，所以他会觉得说，那我到底在那边做什么？那你自己在做什么？你自己的决定啊。你本来是说政府效率部要能够削减整个联邦政府2兆美元，结果这个100天你只达到了1600亿美元，而且很多的经济学家，连保守的经济学家都出来了，他说你削减预算之后啊，事实上造成更大的开支，那因为你这些功能服务你没有办法消掉，那同时你有办法消掉大笔的这个预算，比如说军费，比如说这个福利支出，那但是呢？这些你都消得细枝末节，搞到后来，其实你变成一场寂寞，一场空虚。马斯克他100天很了解，也不要再跟这一群蠢蛋在一起。你再跟他在一起，你股价不知道掉了多少了，赶快离开吧。来，舰长，我们来观察这个川普，无论是1.0或者是2.0，他的政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呢，也就是要拍马屁。那如果你不拍马屁呢，你就是第一个被换掉的对象。至于做得好与不好，不是媒体决定的。媒体越说不好的，那就表示越站在川普这一边，那表示干得越好，所以川普就会觉得好棒棒。卢比欧不是吗？卢比欧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有听到他说什么了不起的发言吗？没有。这个在我们讲到这种官场文化里头，就是听话，然后长官说的绝不怀疑，然后例行到底，而且不断附送。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论是卢比欧也好，无论是范斯也好，都是这种人。可是呢，沃兹本来也想做这种人，可是不成功。那最扯的也就是他5月1号被换掉。可是我们看到他4月29号他还在这个国家利益期刊里面写到，这一个时代其实也就是这个川普的这100天，其实是美国最好的100天。然后在这个100日胜利里面呢，其实他说比这个拜登那灾难性的任期还要安全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写了什么？他讲说1月20号这个川普总统就任之后就干了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事情，这就证明了一件什么？他知道他的官位快要不保了，赶紧上媒体拍马屁，结果马屁拍得太晚了，其实没什么用那有关于印巴的部分那其实呢，如果说换了是以前的美国的国务卿，应该是赶快前往这个地区，然后适合的弭平。现在有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川普不想管而且甚至拱火的就是美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印巴最跟那个其他地区最不一样的是，这个2个国家通通都是有核弹的，也就是如果以巴基斯坦来讲的话，它有170枚。那如果是以印度来讲，它有180枚，而且它都是有推升载具的。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跟中国大陆是不是朋友，这时候就可以确认了。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个大家比较喜欢叫它叫枭龙战机那枭龙战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1、2、3、4，这个都是霹雳15的飞弹，而且这一个不是外贸型，射程只有145公里的。因应这个印巴的这个危机，中国大陆直接运了他们自己解放军在用的200公里的霹雳15，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巴之间如铁一般的兄弟感情才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吗？美国没有美国还特别的提醒那个巴勒斯坦，你千万不要用 F16你用 F16以后你就买不到料配件。对，是不是朋友？这个看得出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昨天这个美国非农就业数字不错，你看川普的信心又来了，美国将会迎来空前的繁荣。有人问他是不是担心经济陷入衰退啊？刚好是他不喜欢的 ABC 的，他就讲了，即便我们衰退，短期的都是在可接受范围的，只要能够换取他的目标，他认为之后就是一马平川，史无前例，超级繁荣。那他当然会有一些话想要跟现在快要毕业季到了这些大学生说，听听他怎么讲。Majors here today, I challenge you not merely to use your talents for financial speculation, but to apply your great skills that you've learned and had to forging the steel and pouring the concrete of new American factories, plants, shipyards, and even cities which are going up all over our country. Don't just build a strong portfolio, build a very, very strong America, and you're going to do that. 好，叫人家你不要想要做那些投机的工作啦，华尔街不适合你要好好的做正事、做实事，进车间里面搬砖好吗？商务部长讲的更直接了，现在未来新的工作模式是终身工厂工作，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子孙，我们要把这些制造业通通拿回来。可问题来了，这真的是一夕之间能做成的事吗？大家也想问，那你们自己的孩子真的会去工厂做零工吗？再反过来问啦，现在呢，这个过渡期，很多人生活不好过嘛。那个川普叫人家本来买30个娃娃，现在买2个娃娃就好了，1个娃娃比较贵没关系嘛，就贵那几块钱，多掏钱不行吗？白宫幕僚长直接告诉你说，其实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同意的，这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但真的实情是这样吗？还是他的民调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呢？原因是因为现在的美国人已经变成怎么样，被川普逼到。本来使用上面，很多人都认为说美国人呢其实会比较就是随手拈来比较没有在节制的。现在开始变成极简风了，甚至呢还开始消费极简，开始不太消费，因为呢。关税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最成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对他们买东西价格的影响很大。光是苹果估计在今年关税之后会增加下一季9亿的美金，这只有成本而已。所以美国的民众现在根本不太敢花钱，甚至就连麦当劳都不太敢吃了。对美国人来说，相对便宜的麦当劳也业绩下滑将近3.6%，这是疫情以来最糟糕的表现。多少人是在等疫情这一波过啊？结果现在呢，疫情过了，却是迎来了关税，甚至呢，中港的小额包裹关税生效之后，也发现了 Temu 呢这种比较低价的电商也已经暂停从中方向美国这边来邮寄货物，所以没有货。没有船，那没有货没有船，你就觉得把中国商品挡在外面了吗？你要知道，货船进来之后，美国那么大，会有卡车司机，会有物流业者，他们也没工作了。听听他们怎么讲。We're angry at Donald Trump. Like I said, maybe he can set some times up to visit some of the ports in the country. We have New York, Miami, Long Beach, San Francisco port, and they're all going to be the same. Every port you go to, you're going to find people like me, and they're going to say things like I'm saying. They're going to all sing in the same song. So maybe he needs to go check out the country a little bit because he has a lot of angry truck drivers that's losing business and going out of business. 好，这些人他们赚的是日薪啊，是每一趟多少钱？没有东西进来，没有工可以做，就没有钱。甚或呢，有配送中心已经开始必须要关闭了，那这影响的是将近500人工作可能不保。协商也说了，短期之内我们尽量的移好吗？但产线真的没办法一夕之间移，很多都是在比如说越南啊，或者是海外地方嘛。那 Nike、Adidas 就开始讲了，你能不能先给我们豁免关税？不然的话，我们真的面临的是生存威胁，不是多付钱而已。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美国企业讲的是，拜托你能够给我们一些宽限。不止如此，也拜托你不要什么都进好吗？你要我们把制造业拿回来，至少给我机器吧。机器现在哪里做？大陆做啊。录制机器能不能豁免关税？大家开始纷纷提出邀请了。美国媒体也直接讲嘛，川普你想要一个黄金时代，你要有工厂，工厂也离不开中国机器呀。那这一些你全部也都进，你其实就是阻止了制造业回流美国。有没有想过你的政
策其实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现在有人讲，美国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呢？今年第一季的 GDP 其实已经萎缩了0.3%，但是川普呢仍旧认为关税是一个好棒棒的东西，所以大家就在讲，是不是他真的就要急速的冲向一道墙，然后发现真的冲不过去，他才会放弃呢？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想请教一下张金，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当然啦，很多人都说经济衰退，现在的这个数值几率一直往上飙，但川普一直讲不会，那叫短期的阵痛痛。关税的后遗症呢，现在就跟那个 COVID-19 一样蔓延开来了。因为大陆它大批的制造的东西呢，就是一般普罗大众要用，你可能川普用不到，马斯克用不到，但一般老百姓家里面天天都要用，所以这个问题啊，就造成很多的现象。你现在去喊话没有用的。一个家庭主妇到菜场，一个夫妻到人家百货公司，你就发现要买的东西是空的，或者是人家囤货的货品价钱超高到你家庭的预算，是老百姓有没有感觉啊？所以你这个川普的喊话有什么用啊？最滑稽的是，川普跑到商科学校去讲，你们进入工厂。将来有终身职业的工厂，我告诉你，多少工厂是没有终身职业的？你底特律那么多汽车工厂，说倒就倒，说垮就垮。当你的商品没有办法有竞争能力的时候，工厂就会关闭啊，大批的失业，那就是可期的。商科学生就跟台湾的学生一样，希望做白领白领薪水比那个蓝领的高一点啊。你现在人家读了4年的商科，你叫他去到工厂去当搬机器的工人，当操作人，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啊，你看美国跟中国大家都在秀机器人，对，其实机器人的功能不是在那里跳舞炒菜，机器人就是代替工厂里的劳工。你像中国大陆的杭州码头看不到人了，也看不到司机了，看不到吊车，它自动在做了。就是说，将来自动化里面失业的人口更多。那现在为了什么小型企业啊，跟这些政府裁员的，这个失业正在慢慢扩大。你不要讲现在就业人口增加是大学刚毕业的就业人口增加。我跟你讲，失业最悲哀的就是中年失业中年失业是最可悲的。为什么？房贷、车贷、学贷、上有老下有小，保险贷、儿女的开销、自己的生活开销，压的已经是收支几乎是月光族了。你现在叫他失业，真的这个会造成家庭不幸啊，因为走投无路嘛。很简单，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军人呢，学的是杀人放火，到退休很多就只能当大厦管理员了，他没有别的专长。所以你川普要讲这个话，你应该在你裁掉的教育部里面要组织，将来美国要建立很多职业学校，用高中生去培养，或者初中生去培养，这个所得报酬率跟他的就学的投资要平衡嘛。美国的大学生花了这么多钱，一个学分一个学分算钱，然后毕业以后叫他到工厂，他的收入他愿意干嘛？所以这些话就是代表川普你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你也不晓得市场的行情呢。这些商科学生会听你的吗？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吧！你对美国的国中生、高中生讲这个话，也许你有本事像德国一样培养高级技工，是对不对？他才有这高价的产品。你美国这些你想想看，号召世界工厂回来，你有哪个工厂愿意来？只有呆呆的台湾愿意把台积电送去，其他的工厂谁有那么大的本钱投资？你的工作工会又不稳定，旁边邻居告你这个，告你噪音，告你污染，做不下去的。所以你要想美国走错路，把金融界搞了，金融业、服务业那么大，你一下子要转换到生产业。不是一天呢，中国大陆花了20-30年才把制造业给弄出来。你今天川普要转弯，你有这20年时间吗？是鬼扯了。
但其实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聂建中老师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川普一直说他把制造的业全部拉回来啊，整个生产线全部拉回来，但是他就直接的问嘛，我也要买机器啊，机器也是大陆制的，大陆制也要课税啊，你什么都要课税，你总是要有些豁免吧？大家开始在吵这件事情了。是我们在学经济学，基本的2个要素，2 factors most important， 但还有其他要素，最重要一个是劳力 labor force。第二个就是 capital， 现在这2样东西，美国发现不对，怎么都在外面？而且以前他认为很落后的国家，劳力密集给他拿走，资本密集他也可以取代，所以美国现在有点慌，所以他讲了很多的话呢，都他的异想天开。不过重点是，如果分开讲说，他的理想是在的哦，他把制造业拉回来，创造就业，这是很好。然后呢，还讲到评级，华尔街他们美国就是很清楚嘛，它就是长久。我们讲4种工业，最基础的第一类的工业就是农林渔牧，那第2级的2级工业就是制造业，它制造业真的空洞化了。第3就服务业，东岸华尔街服务业，第4就是资讯业，矽谷，它大概就 focus 这边，也赚足了全世界的，说不好听点，除了贸易财之外的服务财，他们拿走了。但重点，他这个理想很好，他也讲了这样的一个话，说，金融界的人，您不妨就去做制造业。我跟你讲，这个是理想太美好，但是登天之难呐。这最少3样东西，大家也分析过，他做不到。第一个，美国的劳工素质，像刚刚将军讲的，他们大家都想做白领，而且还不止。就算我们东方人现在也想做白领，想休闲一点，但是我们吃苦能力、可以奋斗人是超过美国人的哦。我们这个计算那个时间，愿意加班的这种精神也是比他们强。这个第一个他们就已经输。第二个，建厂不容易啊。建厂除了劳力之外，像资本财，它有些东西他们已经锻炼，就像你刚刚讲的，锻炼他们要马上把一个厂建起来。我跟你讲，还是要很多大量外面来的一些机械设备，包括台湾、中国。我们的对岸现在很多，如果现在也断了，它也就很难做。所以建厂这是想得太简单。第3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那基建狂魔就在我们的对岸。请问到现在他们盖了一条高铁吗？他们想从拉斯维加斯跟这个我们谈发财车嘛，过去要拉到洛杉矶，对，谈了多久？10几年没有成功。你知道美国有多大吗？你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一个人就要跑很远，非常难呐。所以他想得很美，不太可能。那我现在刚刚讲到就业，你刚刚用那个非农就业我们常研究这个，在美国报告那个就业率大概5、6种。非农就业是什么？它是一个短期的就业动能。是我们在照常看一个国家的未来是看真正叫失业率。什么叫失业率？就是很多人想积极工作嘛 ，active looking for job， 积极找工作的人却在 labor force 里面找不到的。叫失业率，这是看中长期是看这个。我们今天讲，不管关税或美国现在经济的空洞化现况应该是看失业率的慢慢走向。虽然他在 COVID 的时候发债啊，去让它稍微的稍微减缓，但是这次关税会让中长期的失业率增高。所以讲了这个暂时的非农就业，那个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是短期动能。我就想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我最近就常在想。你知道吗？有一个家庭非常富有，是家庭很多家族，爸爸妈妈常带着小孩去海滩啊、沙滩啊，去玩得很快乐，甚至于去打高尔夫球。家里很漂亮，就找一些外劳出来，或者外国的移工来帮我做事，帮我洗地，帮我煮饭，帮我做任何家事。然后你回来，哎呀，你好辛苦，给钱。结果呢，他后来没钱，就到银行一直去借钱，越借越多，他越过越很舒服，对不对？可那些人因为辛苦劳作，就一直存钱，结果发现他的钱全世界辛苦存到银行的，他去借了钱。他有一天回来发觉不对，你们怎么拿我那么多钱？因为他帮他做了很多事，让他生活的不错。我现在要把它拿回来，我全部要吐回来。结果他不知道，我债券竟然欠这么多债务，你们还买我债，他还不高兴。可是人家也可以把他债全部叫他退还，就他这时候债务如果被人家抛售，他就完了。所以他现在慌了，为了救他，现在跟他家族人，这个家长很聪明，自己的小孩都是想过了优异生活。你知道由奢入俭难呐，由俭入奢易嘛。这些人已经过了这个豪士的生活，豪士的生活，你要他就想做白领，家突然做蓝，他怎么做？制造业你一旦头栽下去，讲不好你的生命就变了另外一个样子。你就看台湾，光台湾的制造业在中南部多少工厂，连现在移工都很难找，所以他讲话很快，很理想，好像也很 smart 聪明，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他内涵有多少，但感觉上就是真的外表很华丽，因为他很会讲话嘛，重商重利，从小就训练这口才。可我发现脑筋里面还蛮空的。来请教一下严老师会怎么看？我觉得川普真的是活在几十年前因为确实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很多蓝领阶级的工作是世代传真的做一辈子包括汽车，包括钢铁，
甚至你说在这个 West Virginia 去采矿，这些工作不仅你做一辈子，还可以 pass 给你的子孙码头工人也是，但是呢，薪资是高的。所以呢，大家不愿意去做服务业，为什么？服务业的薪水基本上在美国现在最基就是大概是你的基本工资嘛。可是蓝领阶级这种有一点技术的蓝领阶级工人，大概是2.5倍的薪资就是1个小时的。所以大家这个东西是会想，可是呢，你现在要美国的白领的人回头去做蓝领，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麻烦。过去他们可能从小都是蓝领的爸爸看了爸爸，然后接着爸爸的工作，那都在蓝领里头，那也维持生活不错。你现在把他们搬回来，那有些已经离开了这个蓝领的，走到白领里头，再叫他们回来不容易，除非你薪资可以变得特别高我觉得这个，但是他们有工会保障。可是呢，对于美国的很多的大企业来讲，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你在上面的管理阶层，你要天天算你的利润，然后你就很讨厌工会来跟你要钱，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美国自己本身矛盾。我觉得川普应该先去教训这些管理阶层就是说你们怎么那么贪？其实川普也贪了所以大概很难讲。但是最主要，我认为今天川普还有一个没有认清楚美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今天美国的工作，你说今天变成把工厂搬回去，现在的工厂你要重新弄起来很慢，就是刚刚将军讲，不可能那么快。但是更重要，你的旧的工厂或者是工人，他们的那些原有的设备，包括汽车也好，包括钢铁，设备旧了，就像我们家里头的老的冷气，那个效能就差一些。是。你怎么跟大陆、跟韩国跟加拿大、墨西哥这种新的厂去比？新的厂、新的东西设备出来以后，它的生产力就是比较高，更何况他们的工资也比你低所以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就是，我认为是川普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是他因为你知道他这个100天，那大家看前3个第一季的数据嘛，是第一季的数据通膨也不过才2%。所以他觉得说没有哪有问题很好你是4月初开始搞这个关税的，那下面关税现在我们1个多月以后，你看下个月的看4月份的数据出来，大家都知道到5月可能更严重。所以川普要这个不见黄河不见数据不落泪了，他不会改，因为现在看起来包括失业率刚刚你看我们很多人在讨论说没有工作怎么办。失业率现在也只有4%，就过去3个月，1月从4.0到2月4.1到3月4.2，4月份的我们还没看到。如果看到以后，我觉得川普可能也会改变他的想法。他现在就是还在活在他第一季可以任何不好的数据可以赖到拜登身上这样的一个这个梦境当中。可是我觉得他应该马上就要梦醒了。确定了哈，因为4月之后，这个很多人都会说那个数据就是跟你那个关税政策有关系啦。包括我今年的圣诞节，我今年的万圣节，我家前面能不能点灯，我家前面能不能装饰，就跟你川普的关税有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人发现，网络上面买不到就是买不到，你这些装饰品不都从大陆来的吗？现在关税就变成没有人有办法去买那些装饰品或者是你要提前下单，那他们才能够制作。才来得及送来嘛。所谓的冬季购物，贝森特告诉你了，不紧张因为我们现在快要谈了，渴望在冬季购物之前达成协议。那如果没有呢？这个可能民怨会很高又很高。现在分析就来了，说为什么昨天突然中国商务部说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来谈，是不是真的他已经看破川普胆小鬼博弈了呢？其实他说考虑来谈，什么时间点还没讲出来嘛。他们的预测是大概3个月到6个月之内才会重返谈判桌。现在是5月，6个月那不就是拖到年底了吗？如果年底才谈，那是不是川普就没有办法盯到那个时候呢？打一个问号。另一个部分是现在可以先谈其他的能谈，比如说芬太尼我让
公安部长，也许啦，先让他去跟你谈，大家破冰一下嘛，让大家有一些对话的窗口。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可是这个对话的窗口呢，基本上就是从我觉得不急的，我觉得你可能比较不需要的开始。中方是不是现在已经掌握了所谓双方对话谈判的那个节奏主导者？现在彭博就直接讲了，其实中方他们有在做调整哦，他们先前一直在问白清单。据说啦，已经豁免了大概1/4的美国商品关税，至少有6家公司，他们说我们本来被卡住的，现在可以进口了。那这些白清单是什么？是厂商告诉政府说，哎，这个不好意思，我从其他地方买不到，我自己做不出来，所以我必须要从美方进口。那请你给我豁免免除。中方现在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了，美方呢跟上了吗？现在大陆官媒呢，甚至还回顾了，说现在这个场景很像1930年那个时候加关税，可是后来被小罗斯福说那个叫做最糟糕的法案，甚至还说高关税引发了报复，扼杀了投资，让我们走上了毁灭之路。我们现在要重复这一段吗？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当然其他人都不知道吗？前财长耶伦知道啊，财长耶伦他就直接讲了，说我们其实高度依赖中国矿产，所以你现在课税呢，其实是会打残了我们美国的新能源业，因为新能源业做电池啊、做太阳能板这一些东西，都是需要这一些稀土锡矿嘛。没有啦，川普他也不太想要新能源业，所以这样讲是不是能打到川普，没人知道。但是 AI 晶片这件事情，现在确实是川普最在意的一件事。来讲最了解美中之间如何角力的辉达，现在要开始开发新的降规版 AI 晶片了。毕竟呢，本来 H20已经完全符合拜登的所有法规，拜登走了之后，川普说不能卖，所以现在呢说你新法规是什么？你跟我说。我其实呢传出来4月黄仁勋中旬，那个时候不是去到北京那边吗？据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开始跟他的这些消费者这些厂家来讲，我会再做新版的提供给大家。那不就表示其实他没有想要放弃这个市场吗？当人家问他说中方是不是落后者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他很聪明，他说这个是一个长跑马拉松啊，不要问他落后我们太久，他距离我们非常近啊。当人家说中方有假孕肚啊、活龙虾，用这种假装的方式、很扯的方式走私晶片到大陆，辉达怎么说？辉达说这个说法太荒谬了，不要再编这些荒谬的故事，我们要专注创新，迎接挑战。你就知道他其实在这个平衡感上面一直在拿捏。原因是中方的厂家来势汹汹，来中芯微下已经发布了可单晶片运行的 DeepSeek 大规模新一代 AI 晶片。换句话说，是不是技术跟上了？而且呢，苹果的 AI 现在很明确的嘛，就是慢半拍，还没有完全的出来，推进的速度不如预期，所以大家会问说，在AI 这一局，到底最后美国能不能保持领先？这一些其实都影响什么？都影响美国的未来。来，现在川普在讲了，美国的未来就是Fed 降息吧，我们现在没有通膨，我们现在处于过渡期，一切都很好，数字也很漂亮。但是联准会他是告诉你说，我觉得啦，数字可能还没出来，甚至也传出他们正在审查美国大型银行的机密评级，是不是也担心这一波的关税会不会让很多人其实财务上面出现状况、出现问题？回过头来想要请教一下顺将军，您怎么样来看？贝森特强调，美中渴望达成协议，一切有望。这就是为了应付圣诞节的危机嘛。美国人的圣诞节就跟我们过年一样，是最大的消费市场，打折啦什么，而且还要圣诞气氛呢。你叫中国人不吃一顿年夜饭，这个家还行吗？过年的时候没听到一点鞭炮声，好像不是过年。在美国是你没看到圣诞树，没有那个光一大堆灯泡的那个圣诞树，下面堆满了礼物，这是他们一年消费最大的一次嘛。因为过了这个就开始打折了嘛。圣诞节也开始打折，为什么要促销？那些圣诞树下面堆了10几个那个小包裹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讲，80%都是中国出口的吧。玩具啦、礼品啦、家电啦、电脑啦、笔记型东，就这个东西嘛。这个圣诞节过得凄惨的话，那美国老百姓会对你这个川普还抱了有任何希望吗？中国人说，
哎，我让你过不了年，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哦。在美国人来讲，我让你过不了圣诞节，这简直是，所以他财长就讲，我们会提前谈判，让圣诞节大概不会有问题。你越是讲这个，就代表你越怕嘛。我想中国大陆不捏了这个时机点一点给颜色看看吗？这叫有感的反击啊！哎，反击金融数额并不大，但是让你家家户户都有感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反击手段，让你有感。有的东西是无感啊，辉达晶片只对那些公司老板有感啊，对不对？我们一般平民从来不会买辉达的晶片嘛。第二个，辉达黄仁勋也在玩一个把戏，你不要把他看成中国人啊，他是标准的美国人啊。他前一阵子你以为真的是台湾小吃好吃跑来吃的吗？早就有阴谋要把台积电啦、封装厂啦、测试中心啦要移到美国去，因为他为什么要移这个呢？他要弥补 H20， 美国不准他卖，他每年要损失50亿的美金呢，所以跟川普编了一套谎话，将来 AI 是我美国最强大的产品，台积电来了，我将来可以有5000亿的变成领先全球，但是他心里面有个隐衷，他也讲了，华为会赶上来啊，因为黄仁勋的晶片很贵，算力很强。但投下去的资本呢很大，不管是硬体设备或者软体训练软体，那个是天价。刚好碰到中国有个弯道超车，他说我不走你这条路，我走你这条路，我跟你同样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多机器，这么多训练课程，我走 AI， 走 DeepSeek 第一代出来，第二代又出来，这个东西用的技术不一样，结构不一样，突然发现这些小兵立大功，投资这么少。效果跟你差不多，能够达到你90%的效果。人不是一定要算到东西，我算到100%啊，我够用就好了。所以这黄仁勋，第一个，他这5000亿资金是不是筹得到，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很久就没看到孙正义出来了，对不对？那你黄仁勋一个人拿5000亿出来吗？川普是很小气的，以前拜登晶片法案还给台积电有60亿美金的补助款。川普上台1毛不给啊，是，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我跟你讲，贸易战不是100%全部都堵死，我急需的，我想办法免税。美国何尝不是把 Apple 的晶片免税了？它不免税，美国手机卖不动啊。中国大陆也有些东西是一定要跟美国买的，所以双方就是在权衡得失利益里面会开放，但主要主打的东西，像农产品呢，像这些东西，那就是战到底了，这个态势就这样。是，请教一下聂老师，你怎么样来看 ？OK， 我觉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本人在美国待10几年，读书时候我做生意，我一开始都批了1/3散装货柜，我进了圣诞树、圣诞灯、圣诞彩带以及各种圣诞东西，很好卖。做贸易的就是您。我从很久前，我是一个外汇的攻击者，我在美国是赚钱回台湾的留学生，因为我家太穷了，这是事实啊。那我开过2家公司，我后来开货运公司。但我要讲的是这一块，我一去就租了10 by 10 by 10的 warehouse。那个圣诞树一到了这时候啊，刚刚将军有讲到，气氛太重要了，生活上精神层次的提升就要靠气氛。每到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晚上开车出去看到每一栋房子外面都像一个小人国的房，好漂亮哦！我跟你讲，他现在雪人什么红帽不戴没关系，圣诞树没了怎么活啊？没有灯在那边亮怎么办啊？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没有错。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你知道，当这个关税一提高，美国发觉生活不只是我们讲金钱上的问题，光你生活上、精神上的问题都受创哦。所以我觉得他会被急。但我讲这个Bassett他讲了2句话，我觉得很可笑。他说渴望达成协议，他们一直在渴望啊，一直在因盼望啊，是他们一直在讲。对岸发出的讯息不是这样，对岸不会不想谈，非常想谈，但是要有条件哦。所以底期间中国拉好高啊。他又讲到一个说，关税战还坚持说我们美国是占上风，我觉得很好笑。你丢出关税，你从头到尾就说你赢定了。对，现在讲的是我们还占上风，你怕了，你明明就感觉已经输了。那中国为什么一直不跟你谈？我跟你讲，中国会谈，但是不管3个月6个月，谈也是赢，不谈也是赢。美国谈也是输，不谈也输。我怎么分析呢？因为现在谈的就是美国现在越来越想要东西了，越再不谈，我经济也不行了，我生活也不行了。我跟你谈，我让吧，我再让吧。川普之前就讲过啊，我并没有要磕那么高，我们2个都不利。他以为他吓到人了。
别人根本没吓到，别人是有吓到，但是底气开会说我们慢慢来，开入3个条件嘛。你每次诋毁我们，第一你要谈可以，我们要出面，第一不要诋毁我们，第二你的每次讲话出尔反尔，信誉不在嘛，不要有再变化，这样。第3个你要尊重我们的政策老是影响。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他当时未来的解放这个想法，这3个要达到啊，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们会谈，他一定要慢慢告诉对岸，你还会变不会变，我们出面谈吧。这时候你知道下面还是会有人谈，刚刚不是讲的芬太尼，他们像这种东西会谈，这比较属于道德性的，因为毒品谈，但是影响到中国经济或影响到中国的未来长久发展，他不会谈。目前未来会谈，等到你不影响我再谈，而且一谈中国赢了，为什么？经济就提升，买了就是中国货了。开始你要降低了，我跟你讲，中国现在会放一些，我觉得我们在经济学学得很清楚，叫做价格的需求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东西都有价格变化1个百分比，需求变多少个百分比的东西，高科技的东西那么需要，当然它的价格弹性非常小嘛。这时候你会发觉中国也会有些降，美国也急了也会慢慢降，你就会发觉一提高以后马上都会降。我们再慢慢看未来，我今天必须讲是说。中国现在它底气真的是越来越高，我怎么看呢？就它很多招我都不知道还有多少招，它一招一招丢。我们不管以前抛债潮不知道是不是它哈，它是其中之一。再来又来了波音事件，有没有？快200架，你到谁来接这200架？而且你卖方你要卖大东西出去，没有人买啊，很难买。而且我们找买方也容易，我们可以这卖主也好找，到欧洲去买也可以，甚至欧洲要进C919了，最后又丢入了稀土，刚刚不是讲的矿产吗？叶论讲的那个很重要，而且他用防洗产地的学美国的方法，以牙还牙。韩国你也不能去卖了，我们只要稀土给你东西你不能卖。印度他也讲，你买波音就不给你。最近更惨的洗产地是跟巴西、阿根廷合搞这个大豆、黄豆，而且用区块链方式，用最科技的方法去电眼式的去查，只要有美国的。这套袋、布袋或者蛋白质基因太高是美国来，全部退回。你觉得美国会不慌吗？我觉得中国会谈，但它底下越来越高，谈的时候谈也赢，现在不谈也赢了，看起来是这样。是，请教严老师怎么看？刚聂教授讲这个圣诞节的哦，因为圣诞节我们想到是12月，但圣诞节的 shopping 就是感恩节那个礼拜一晚就是，但是真正出货就是4、5月，因为这个时辰大部分订单得先去嘛，订单得先去，所以他们准备的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你说为什么会现在会急？就因为就是这个时候要对今年年底的圣诞节要负责啊。那刚刚他们讲了，我自己住过阿拉斯加，我们整个 neighborhood 全部在比赛谁家布置的，那个之豪华，那个是豪华的啊！我跟你讲，过去真的像聂教授讲了，我自己在美国，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孩子还在读书，我父亲会寄台湾的圣诞装饰给我们，让我们家里头有一个这个人工拼装的啊，这个圣诞树，像我买就好。对。但是就是我的意思，那个时候是台湾，对不对？现在都是大陆的。对。那你说美国人啊？现在有些地方也不见得你能够真的是买得起圣诞树，真的圣诞树很贵的，所以大家就是每年把那个拿出来一下，塑胶的拿出来，可能塑料拿出来，然后再加上一些新的这些礼品嘛，礼物。可是礼物啊，真的就是一样的。你说有没有美国做的？有好几倍，你要不要？哦，你说我也很爱国，我很想买一个，譬如说娃娃，美国做的也有做，美国做哦，是，但是比你那个普通要贵好几。你就想说，我这小孩子能够分别出什么是美国跟中国做的吗？大概也不至于，所以你还是买，应该是买你觉得能力范围可以，而且呢，你也觉得它也不是个很能够维护，这就是玩具是消耗品嘛。那这种时候，大陆的东西就是价廉物美啊。那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很多的人来讲是很难调整的。那我一直认为说，包括这个商务部长他们想的想法都是觉得说，美国人还可以回到当年所有东西都是 made in good USA。Good USA， 对他们最爱讲这一句啊。那我觉得不太可能。你们这些搞商务部长也好，川普也好，你们不是还是读管理学出身，都是经济就是讲分工，就是讲这个比较优势嘛，谁做的最便宜最好，那他就多做这一项。你美国最强的，你就去做美国你最强的高科技嘛。那大陆也要跟你买啊，但你又不卖，那你天天怪人家说不肯平衡贸易干嘛啊？因为你做的最强的东西，你不想卖给对岸那你想要
这个买对岸的东西，对岸你要觉得要把它加关税，可是这个是一般老百姓要买的东西，包括我们讲说圣诞节也好，或者是说到了这个，包括我跟你讲，所有我在美国看过，马上July the 4th啊，就是7月4号来了，烤肉架。也都是大陆做的，所以啊，这些烤肉的这些烤肉架这个东西啊，也都是大陆做的。所以你现在真的你要说美国的生活要远离大陆啊，真的还不容易啊。